同樣是薯片，為什麼可比克就是幹不過樂事？可比克曾經有多風光？2005年，周杰倫一句“快樂每一刻，我的可比克”火遍大江南北。在消費者最喜歡的薯片品牌評選中，可比克一度以38.9%的好感度略微領先樂事的36.8%。可如今走進任何一家大型商超，視線所及幾乎清一色是樂事。國產薯片雖然還在，卻被壓到貨架最底層。2023年，中国薯片市場規模約328億元，樂事一家市場佔有率長期超50%，連續5年穩坐第一。根據歐瑞國際數據，樂事的市場份額從2019年的45.9%穩步增長到2024年的50.7%，而可比克、董小姐等國產品牌加起来也难撼动它的基本盘。曾经风光的国民薯片可比克，怎麼就沒人吃了？樂事1993年進入中國，當時正好改革開放後，城市居民收入上升，它帶來的不只是一包薯片，在那個幾乎沒有競品的年代，第一批體驗成了消費者心裡的原始記憶。這一步的價值不是賺多少錢，而是把薯片等於樂事的認知牢牢刻進中國市場。可比克呢，2003年才誕生於泉州，差了整整10年。等可比克反應過來發力時，市場早就不是空白了。消費者第一次吃薯片，記住的是樂事，心裡默認的薯片標準也是樂事。後來者再努力，也只是在別人制定的規則裡陪跑。而且，可比克早期最致命的問題就出在产品本身上，吃過2个牌子的人都知道，对比之下差距太明显了。樂事是先切薯片，用真正的馬鈴薯直接切片油炸，薄脆透光，能吃到土豆本身的香味。可比克早期做的叫复合薯片，说白了就是用土豆粉、澱粉加香精重新压成型，再油炸，口感又硬又面，被網友吐槽咬一口全是粉。一个卖的是真土豆，一个卖的是土豆粉加香精，消費者又不是傻子，吃一口就知道區別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薯片的競爭從不是上架那一刻開始，而是始於種植環節。樂事進入中國幾年後，便布局自有及深度綁定的土豆種植體系，從品種選擇、種植方式、收穫標準到回購規則，全流程把控。在山東、甘肅、內蒙古等地，樂事給合作農戶提供種苗和技術培訓，前提是達標土豆只能專供自己。專用馬鈴薯澱粉含量高，雜質損耗比普通土豆低8%左右，單包薯片原料成本能壓到0.3元。可比克的母公司達利食品雖然也布局了甘肅5位亞洲規模領先的馬鈴薯休閒食品全產業鏈基地，鎖定4萬畝標準化種植，但起步晚了一大截。多數國產品牌早期沒有專屬農場，只能從市場零散採購，成本更高，還波動大。旺季一來，原料成本能漲20%到30%，最後賣得越多，利潤越容易被成本吞噬。樂事供應鏈成本比競爭對手低15%，這個數字放在幾十億的盤子裡，差距是壓倒性的。可比克靠跟內蒙古農場簽20年合同，母均便宜80塊，追回來一點，但人家已經跑了10幾年了。再加上樂事早早就意識到薯片是高度同質化零食，單純比產品只會陷入內耗，於是選了截然不同的路，不賣薯片，賣場景，加班間隙，聚會破冰，看球夜晚，薯片只是道具，情緒才是主角。後來樂事又將這套邏輯本地化，截至2025年，樂事已經連續6年推出區域限定口味系列，單線羊湯味、驢肉火燒味、淄博燒烤味、棒骨燉酸菜味、牛肉板面味、煎餅捲大蔥味。可比克呢，早期全靠周杰倫一個人撐着。周杰倫代言最火的時候確實能打，但代言人換了一茬又一茬，消費者心裡始終沒有為什麼非要選你的清晰答案。直到8月5日，可比克才官宣新生代演員張凌赫為全新代言人，這是品牌12年來首次更換代言人。商超貨架從不是免費資源，頭部品牌能給更高返利，分擔進場費，承擔退貨風險，自然能拿到黃金位置。於是你看到中層貨架是樂事，黃金陳列位是樂事，端架促銷位還是樂事。國產品牌即便能進場，也只能蹲在貨架最底層。消費者不是不想買國貨，而是根本沒機會看到。說到底，可比克幹不過樂事，不是某一個環節出了問題，而是從時間、產品、供應鏈到品牌、渠道，全方位被碾壓。他曾經靠周杰倫和低價在下沉市場殺出一條路，但當消費升級，市場競爭進入深水區，早期靠土豆粉衝薯片積累的負面口碑成了甩不掉的包袱。如今的薯片市場，樂事一家獨大的格局，短期內很難改變。可比克能不能靠撿薯片和張凌赫打一場翻身仗，只能交給時間來回答。但至少他終於想明白了一件事兒，在這個賽道裡，光靠便宜和代言人是贏不了的。